全世界最好吃的10種野果，在遠離城市的山林中，有些你从來沒有見過的野果，卻承載着許多人童年爬山摘果的甜蜜記憶。從甜如蜜糖的野果，到將人酸到齜牙咧嘴的野果，有的野果味道酷似花生醬，有的野果據說能將大象吃到醉酒。本期視頻奇趣最套将為您介紹10種風味獨特的野果。歡迎留言點讚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，感謝您的支持。現在我們開始吧。第10種，山莓。每年初夏時節，這種生長在山坡上的紅色小漿果是許多人兒時最甜蜜的回憶。它就是山莓，也被稱為樹莓、山疱子以及悬鈎子等。山莓是蔷薇科悬鈎子屬的一種半藤狀灌木，廣泛分布於北半球的溫帶地區。它的果實形似迷你版的草莓，成熟後色澤鮮紅，並散發着濃郁而獨特的果香。摘幾顆放進嘴裡，一股清晰而活潑的酸味瞬間喚醒味蕾，緊隨其後的是一抹明快的甜意。這種恰到好處的酸甜平衡讓人吃着就停不下來。成熟的山莓極其脆弱，從枝頭摘下後數小時就會開始癱軟。在過去物產遠不如今天豐富的年代，鄉間的一叢叢山莓便是小孩們眼中最珍貴的天然糖果。除了摘下洗淨後直接鮮食，山莓還能做成果醬、果泥以及風味獨特的山莓酒。在雲南和貴州的一些地區，人們還會將山莓與糯米一起煮成別具民族風情的野果飯。對很多人來說，山莓不只是一種美味的野果，也是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。如今，即便有些超市裡能買到人工栽培的山莓，但卻始終難以找到童年時從山坡上摘下的山莓滋味。第9種，地枇杷。在南方山野的草叢、田埂或石縫間，有一種植物緊貼着大地成片成長。它的果實藏在草叢與泥土之間，需要拨開藤蔓與落葉才能找到。這種野果就是地枇杷，也被稱為地果、地石榴、地膽果以及野地瓜等。地枇杷是桑科榕屬的匍匐灌木，與我們常見的無花果是親戚。它的果實如同縮小的無花果，直徑僅有1至2厘米，未成熟時為青綠色，吃起來味道苦澀。成熟後外皮轉為淡紅色或紫紅色，剝開後半透明的果肉包裹着細小的種子，放進嘴裡，一股濃郁蜜甜的滋味立刻充滿口腔，回味中還帶着一絲若有若無的草本氣息。這種充滿野性的風味不僅解饞，還被認為有着健脾消食的功效。在過去，每年的初夏至中秋，撥開藤蔓與落葉，尋找這種紫紅軟糯的野果是許多人童年的鄉野樂趣。除了鮮食，地枇杷也可以制成果汁、果醬以及罐頭等。同時，地枇杷的根系發達，也是荒山綠化、水土保持的優良植物。而且它通常四季常青，還具有一定的觀賞價值，也常被用於假山、花盆或庭院美化等。第8種，八月瓜。八月瓜主要生長在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，是木通科的一種藤本植物。它的形狀為長椭圓形，和香蕉有些相似，顏色青綠帶紫，長度約10至20厘米。與眾多水果不同的是，八月瓜的果實成熟後，果皮會自然炸裂，因此民間也将它稱為八月炸以及野香蕉等。完全成熟的八月瓜，果肉為半透明的乳白色膏狀，烏黑色的種子包裹在果肉中，吃起來口感鮮嫩清甜，並帶着一絲花蜜氣息。吃完之後唇齒留甘，仿佛將山野的氣息全部凝結到了舌尖。不過，品嘗八月瓜通常要把握最佳時機，它的果皮裂開之後就需即刻食用，否則果肉水分減少，並且還會發酵變酸。除了鮮食，八月瓜的果肉也可以制成飲料以及果酒和果醬，而且八月瓜還富含多種維生素和氨基酸，被認為是一种營養價值極高的野生水果，擁有較高的商業價值。如今，八月瓜已有小規模的人工栽培，農業專家正在培育能夠延遲開裂的八月瓜品種。第7種，桃金娘。桃金娘是桃金娘科桃金娘屬的常綠灌木，也被稱為山忍子、港忍以及忍果等。
它的植株高度可以達到2米，廣泛分布於東南亞以及中國華南、西南等地的山林中。每年的春末夏初，桃金娘的植株上便會開滿嬌嫩的粉紫色美麗花朵。等到花朵凋謝，一顆顆圓潤飽滿的青色果實掛滿枝頭。這些果實成熟之後，則會轉為迷人的深紫色或紫黑色，表皮覆蓋着一層薄霜。輕輕一咬，汁水迸濺，味道酸中帶甜，便有獨特的芳香。吃完之後，手指和嘴唇常會被染成紫紅色。不過，美中不足的是，桃金娘的果肉裡有許多細小的種子，而且它的果肉含有較多單寧酸和果膠，過量食用可能會引起消化系統不適。不過，除了鮮食，桃金娘也可加工成果醬，或者泡在米酒中制成風味獨特的忍子酒。在南方一些山村，桃金娘果也承載着無數人的童年記憶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雖然超市裡的水果琳琅滿目，卻難以找到那種沾着露水從枝頭摘下來的純粹甜意。第6種，野山杏。野山杏是北方山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野果，它那极具冲擊力的酸味是許多人童年的味覺記憶。每年早春，當葉片還沒長出來時，它便會開滿粉白色的小花。到了6至7月，直徑約2至3厘米的扁球形果實就會掛滿枝頭。這些果實沒有成熟時為青綠色，咬一口能酸得人牙根發軟。等到果實從青綠色慢慢變為金黃色或橘紅色，吃起來果肉緊實而多汁，味道酸中帶着細微的甘甜，並散發着濃郁的杏子香味。除了鮮食，馴服野山杏最完美的方式就是將它醃制晾曬，制成美味的杏乾。經過在陽光下晾曬，野山杏的果肉變得柔韌而又嚼勁，酸味也会更加柔和。同時，去核後的野山杏也可以制成果醬、果醋、果酒以及罐头等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野山杏的杏仁含有苦杏仁苷，生吃有中毒的風險。在北方的山野中，野山杏耐寒抗旱，在貧瘠的山坡上生生不息。它春日花開如雪，秋後果落滿地，是生態修復的先鋒樹種。對許多人而言，野山杏那份刻骨銘心的酸味，不只是味覺的刺激，更是童年攀樹摘果被酸得齜牙咧嘴，卻笑得前仰後合的鮮活記憶。如今，超市裡人工栽培的杏子飽滿鮮豔，但卻難以複製野山杏那股粗礪而原始的山野味道。第5種，九月黃。九月黃也叫牛卵陀、黃金椒或野香蕉等，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，屬於木通科，是一種木質藤本植物。它的藤蔓常常纏繞在其他樹木上生長，它的果實為長橢圓形，每年農曆9月成熟。成熟之後，果皮由青綠變為金黃，因而被叫做九月黃。將完全成熟的九月黃果皮剝開，橙黃色的果肉包裹着黑色的種子，咬上一口，軟糯香甜的滋味瞬間在口中散開。吃完之後，一股獨特的清香在舌尖縈繞，讓人回味無窮。不過，生長在不同地區的九月黃口感上略有差異，有的偏甜，有的則酸甜交織。部分品種經過霜打之後，風味還會更加濃郁。除了直接剥皮食用，九月黃還可以加工成果醬、果汁以及果凍等，並且九月黃的果肉也可以與肉類一起燉煮，能為菜肴增添別樣的鮮美。如今，這種藏在深山裡的野果已有人工種植，不過由於產量有限，市場上較為稀有。第4種，烏飯子。烏飯子也叫南竹、烏飯樹或染樹等，是杜鹃花科月菊屬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，和藍莓是同科同屬的親戚。烏飯子的植株高度可達2米以上，每年6至7月會開出宛如點點繁星的白色小花。到了8至10月，它的果實成熟後，顏色由綠色變為紫黑色。圓潤飽滿的果實如同小巧的藍莓，表面裹着一層天然的果粉。輕輕咬上一口，汁水在口中迸發，酸甜交織的口感瞬間喚醒味蕾。不過，烏飯子的魅力遠不止於直接鮮食，它也常被熬成果醬或與米酒一起浸泡，制成獨具風味的果酒。而且，烏飯子富含花青素與多酚，有着極強的抗氧化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將烏飯子樹的枝葉捣成之後，
浸泡糯米蒸成的烏米飯，色澤烏亮如漆，米粒柔韌清香，吃起來不僅美味可口，而且還被認為具有強筋骨、益氣力的功效。在道教的養生傳統中，烏米飯也被視為能夠養生延年的食物。第三種，馬魯拉果。馬魯拉果是非洲南部最具傳奇色彩的一種野果，它的树高約7至15米，屬於漆树科，與芒果和腰果同科。馬魯拉果的外形如同李子，果皮薄而光滑，成熟時為淡黃色或淺金色，剝開外皮，果肉柔軟多汁，味道奇妙地融合了芒果的甜、柑橘的酸與荔枝的芬芳，尾調還帶一絲天然發酵的酒香。每年1月至3月，成熟的馬魯拉果紛紛從枝頭上自行掉落，落地的果實經過自然發酵，散發出豐富的水果芳香，吸引狒狒、羚羊以及大象等動物前來覓食。傳說大象吃完自然發酵的馬魯拉果之後，還會出現類似醉酒的行為，因此民間有時也將馬魯拉果稱為大象果。非洲原住民除了直接食用馬魯拉果，也會將它制成果醬以及各種果汁飲料。用馬魯拉果釀造的果酒，以及將馬魯拉果與奶油混合後制成的奶油利口酒，是非洲一些地區人們最喜歡的酒精飲料。而且馬魯拉果的種子也可以用來榨油或作為堅果來食用。如今在原產地馬魯拉果已有少量的人工種植，不過它的生長較為緩慢，通常需要10多年才穩定結果，因此大量馬魯拉果仍來自野生古樹。第二種，拐枣。每年的秋冬时節，在华北、华中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山野或市集裡，這種形狀扭曲的枝丫常被人誤以為是柴火或者藥材，其實它就是許多70以及80後童年最期待的天然零食，名為拐枣。拐枣學名為直菊，也被稱為萬壽果、雞爪梨或糖果樹等。它是鼠李科的落葉喬木，高度可達10至25米，與我們常吃的紅棗樹是近親。不過與眾不同的是，拐枣可以吃的並不是它的果實，它的果實是頂端那顆並不起眼的棕色小圓球，可以吃的部分則是它的肉質化、膨大而扭曲的果柄。成熟後的拐枣通常為黃褐色，甜度非常高，尤其經過霜打之後，它的含糖量可以高達 45%。拐枣的滋味複雜而又迷人，入口是一股紅棗與蜜餞交織的醇厚濃甜，緊隨其後的是一絲類似葡萄皮的青澀。它的果肉口感綿密中帶着少許的纖維感，汁水雖不豐沛，但甜味異常濃郁，因此有着甜半夜的俗稱。而且拐枣富含多種黄酮類化合物以及直菊皂苷和2氢杨霉素等成分，能有效加速酒精的分解和代謝，降低酒精對肝臟的損傷，同時能緩解頭痛、口渴等酒後不適。民間自古以來就將它作為天然的解酒聖品，在陝西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，人們還會將拐枣熬成濃糕，搭配饅頭等食用。同時拐枣也可以用來泡酒，或者切片曬乾後泡茶或做成蜜餞。第一種，花生醬果。花生醬果又稱花生果或奶油果，是一種风味獨特的野生水果，它原產於中南美洲的熱帶雨林中，是一種常綠灌木或小喬木，高度可達2至4米。它的果實外觀酷似一顆大號的聖女果，未成熟時為青綠色，成熟後則會轉為深紅至紫紅色。它的果肉軟爛綿密，如同熟透了的石子，味道如同加了糖的花生醬，入口的瞬間便會感受到一股濃郁的花生香氣，吃完之後則有一絲焦糖般的堅果回甘。除了洗淨後直接鮮食，也可以將它的果肉搗碎後拌入酸奶、冰淇淋或燕麥中食用。在南美一些地區，人們還將它與香蕉一起打成果昔，或者曬乾後磨粉用於烘焙。而且花生醬果還富含黄酮類化合物、核類胡蘿蔔素等抗氧化劑，是一種營養價值極高的水果。南美洲的土著居民很早就食用花生醬果，不過直到20世紀，它才在原產地之外獲得人們的認可。如今花生醬果已走出南美洲的原產地，在北美以及澳大利亞的一些農場裡有小規模種植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
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。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，歡迎點讚、評論以及轉發。感謝您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拜拜。